日，无数国人熬夜难眠，刷着手机，一次次红了眼眶。我们见过无数赛场夺冠的热血瞬间，却从未像这一刻这般哭得心甘情愿，满心酸涩。常年被国足成绩刺痛，被外界质疑打压的中国球迷，终于在一群平均12岁的少年身上等到了久违的胜利与尊严。在遥远的意大利赛场，被誉为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 Sigismondi 国际青少年杯圆满落幕。来自中国的足球小将2014队一路披荆斩棘，逆势突围，以7战全胜的完美战绩稳稳捧起冠军奖杯。这一刻，没有千万年薪的光环，没有盛大的造势，只有一群皮肤黝黑、眼神纯粹的孩子，用满身汗水和倔强替中国足球赢回了丢失已久的底气与荣光。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很多人并不清楚这场胜利的含金量，甚至轻描淡写觉得只是一场青少年友谊赛，不值得大肆感慨。但事实恰恰相反，这项赛事是全球 U12 级别含金量极高的专业赛事。本次共集结48支欧洲顶尖豪门梯队参赛，包括德国勒沃库森、法国里昂、荷兰费耶诺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英超埃弗顿、丹麦哥本哈根、葡萄牙布拉加等一众老牌强队，这些队伍都是欧洲5大联赛俱乐部的正统青训梯队，深耕青少年足球多年，实力雄厚，经验充足。在此之前，亚洲队伍极少能在这项赛事中突围登顶，更别说全程0败绩夺冠。赛前没有任何欧洲媒体看好这支中国队伍，甚至没有给我们单独的版面报道，所有人都默认中国少年只是来参与历练的配角。可这群12岁的孩子用实打实的赛场表现，打破了所有偏见与刻板印象。整届赛事，中国足球小将交出了一份堪称惊艳的成绩单，7场全胜，累计打入21粒进球，全程仅丢失2球，攻防表现稳定且扎实，在一众欧洲豪强面前展现出了压倒性的赛场统治力。小组赛阶段，队伍状态拉满，3场比赛接连拿下2比0、5比0、7比0的比分，狂轰14粒进球，且全程零失球，以小组第一的绝对优势稳稳出现。没有侥幸，没有运气，每一粒进球都是拼抢得来，每一场零封都是专注坚守的结果，在欧洲主场打出了中国少年的锐气与沉稳。进入高强度淘汰赛，孩子们的抗压能力与战术素养更是刷新了外界对中国青少年足球的认知。1/8决赛直面意甲老牌梯队佛罗伦萨，队伍稳扎稳打，以3比1的比分顺利取胜。1/4决赛对阵葡萄牙劲旅布拉加，凭借极致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1比0零封对手，惊险晋级。半决赛再度零封丹麦豪门哥本哈根，一路过关斩将，稳稳挺进最终决赛。一路走来，每一场都是硬仗，每一轮对手都是欧洲同年龄段的顶尖水准。这群孩子没有丝毫怯场，不惧对手的身高优势和赛场经验，拼抢每一寸草皮，坚守每一次攻防机会。最让全网动容、揪心又热血的是决战英超100年豪门埃弗顿的终极对决。常规时间里，两队攻防拉扯，势均力敌，最终战成平手。比赛被迫拖入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对决考验的从来不止球技，更是心态、勇气与抗压能力。任何一丝失误都会错失冠军。高压时刻，12岁的门将陈思远挺身而出，在全场数千名观众的注视下，2次精准预判，果断扑救，稳稳守住球门，为队伍留住了夺冠希望。比分焦灼至4比4的窒息节点，12岁小将孟欣义主动请缨，站上罚球点，眼神沉稳坚定，丝毫不见慌乱，助跑射门进球，一气呵成，绝杀制胜。进球瞬间，孟欣义纵情空翻庆祝，所有队员瞬间相拥奔跑，跪地怒吼，释放出所有积攒的压力与喜悦。赛后，孩子们脱下球衣，尽情狂欢，纯粹热烈的模样让无数屏幕前的球迷破防落泪。这不是职业联赛的大力神杯，却是中国足球多年来最干净、最解气、
最振奋人心的一场胜利。夺冠之后，所有被击败的欧洲小球员主动上前与中国小将击掌拥抱，各队外籍教练纷纷竖起大拇指，用最真诚的姿态送上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尊重。有人觉得夺冠时刻那些孩子们的笑容让人感动，但小编觉得真正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是在这群12岁少年的身上看到了久违的中国血性与纯粹热爱。他们没有精致的装备，没有优厚的待遇，只有日复一日的奔跑与坚守。他们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从来不缺会踢球、敢拼搏的孩子，中国足球从来都拥有逆风翻盘的可能。这场轰动全网的欧洲夺冠盛宴，耀眼的是12岁少年的高光时刻，而藏在光环背后默默托举一切的是一个饱受争议、坚守9年的普通人董路。很多人认识他，始于争议，止于偏见。有人吐槽他没有专业的教练证书，质疑他靠青训博取流量、炒作热度。可9年时光，5800万投入，无数个日夜的默默坚守，用实打实的成果证明，证书从来不是衡量能力的标准，真心与坚守才是中国青训最稀缺的底色。不同于体制内青训的规范化培养，董路的足球小将模式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也走得格外艰难。9年时间，没有国家专项拨款，没有体制资源扶持，所有运营成本、训练开支、出国赛事费用全部靠个人投入和直播赞助支撑。9年累计投入高达5800万元，其中1400万元是他自掏腰包垫付，剩下的资金全部来自日常直播打赏和商业赞助，没有向任何一位学员家长收取1分学费、培训费，真正做到纯公益青训，为热爱兜底。很多人质疑他直播做青训是为了牟利，可没人看见他背后的付出与克制。常年直播产生的所有打赏收益，他从未私自存留分毫，每一笔收入都会定期平均分配给队员家庭，用来补贴孩子们的训练和生活开支。他深耕青训9年，每天仅休息4小时，白天带队训练打磨技术，夜晚逐帧复盘赛事录像，研究对手战术，常常熬完欧洲联赛解说工作，立刻连夜收拾行李，搭乘凌晨航班奔赴各地带队参赛。别人阖家团圆的大年30，他独自对着电脑一帧一帧修改孩子们的战术短板，细化每一处训练细节。董路深知海外青训的优势与国内青训的短板。9年时间，他摒弃传统青训的形式主义、人情筛选和固化条条框框，走出了一条最务实、最贴合青少年成长的青训之路。传统青训更偏爱听话、适配体系的孩子，而董路始终坚持只选拔真正热爱足球、有天赋、敢拼搏、适配实战的好苗子。他的训练模式简单纯粹，一切以实战成才为核心，不搞无效训练，不做表面功夫，专注打磨孩子的赛场意识、战术执行力和抗压能力。而本次意大利杯夺冠也绝非偶然，赛前董路就针对性拆解了每一支欧洲对手的打法特点，结合队员优势定制专属战术，主打高位逼抢与快速反击，把赛前筹备做到极致。他始终告诉队员，出国参赛的目的从来不是学习观摩，而是全力以赴赢下比赛，带着底气和骨气站上每一片海外赛场。小编觉得，正是这份清晰的目标、极致的认真和纯粹的初心，才能让平均12岁的孩子在国际赛场打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战术与执行力。9年深耕，时间见证了所有付出。曾经饱受质疑的野路子青训，如今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从足球小将体系走出的队员，已经占据各级国少队主力半壁江山，成为国内青少年足球的中坚力量。本次意大利杯夺冠后，已有3家欧洲俱乐部主动向队内优秀小将抛出橄榄枝，认可孩子们的实力与潜力。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中国从来不缺足球天才，不缺热爱拼搏的少年，我们缺的是真正扎根青训、不谋私利、踏实育才、愿意默默坚守的引路人。长久以来，我们不断吐槽国足人才断层、成绩低迷，感慨中国足球看不到希望。可对比中外青训模式，就能发现差距。海外青训尊重天赋、贴合实战，容错率高，而国内部分青训固化保守、形式繁琐，容易埋没少年天赋。董路的足球小将模式恰好补齐了这份短板，用市场化、纯粹化、实战化的方式，为中国青训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可行路径。没有光环加持，没有资源倾斜，仅凭一己孤勇，烧钱费时耗力，默默托举起了一代少年足球人的梦想。
当然，一场青少年赛事的冠军无法彻底根治中国足球的现存问题，也不能立刻改变国内足坛的发展现状。但这场胜利彻底打碎了刻在球迷骨子里的自卑，打破了中国孩子踢不好球的固有偏见，让我们重新看到中国足球的无限可能。它也让更多人明白，中国足球的希望不在会议室的规划里，而在烈日下奔跑的少年脚下，在每一个无私坚守、深耕基层的青训人身上。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